晚间好，欢迎回到鬼影档案馆，我是鬼影，戴上你的耳机，准备迎接梦魇吧。午夜之后，城市的喧嚣早已散去，但总有一些地方似乎从不真正沉寂，它们像是另类的生物，在黑暗中呼吸、蜕变、低语。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，3个车站有着截然不同的传说，每个都围绕着失落的人、消失的列车以及某些说不清的诡异现象。今天的故事将带你穿越这3座车站，感受那些不应该被触碰的秘密。最后一班列车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地铁站，时间是午夜12点，地铁站里静得出奇，没有一丝人声，只有灯管偶尔闪烁发出的嗡嗡声，与地面上我的脚步声相互交织。即便站台的灯光亮着，但不知为何，整个空间仿佛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灰雾，长椅上覆满了灰尘，看起来像是许久未有人使用过。我坐下后，感觉空气里的寒意更浓了，似乎有某种看不见的东西正在靠近。我的目光不自觉地扫过手机，荧幕上显示的时间是12点05分，距离末班列车的预定时间还有5分钟。我内心祈祷着列车能准时到来，赶紧结束这一天。然而，时间慢慢划过，12点10分了，依然不见列车的影子。地铁站的灯光开始微微闪烁，让整个环境显得更加诡异。就在这时，我注意到站台另一端的角落里竟然站着一个人影。那是一名女子，穿着一件老旧的旗袍，花纹褪色，看起来像是民国时期的样式。她站得很直，垂下的长发遮住了她的脸，头微微低着，双手垂在身侧。她的鞋尖就踩在站台的边缘，像是随时会失足掉进轨道。小姐，小心站台边缘！我忍不住大喊，声音在空荡荡的站台上回响着。然而，她并没有任何反应，依然维持着那诡异的姿势。我紧张地站起来，正犹豫着要不要靠近，突然一阵刺耳的轰鸣声打破了寂静，地铁列车从隧道的深处猛然冲出，车灯像2只幽灵的眼睛刺穿黑暗。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眼睛盯着停在面前的列车，车门缓缓打开。当车门打开时，一股冰冷的气流扑面而来，像是从地狱深处吹来的寒风。我环视车厢内，整列列车空荡荡的，却莫名感到不安。每个座位上似乎都散发出一种阴冷的气息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快上车吧！一个低沉的声音忽然响起，让我几乎跳了起来。我惊恐地看向声音的来源，却发现车厢前方的驾驶室玻璃后，隐约有一个模糊的身影。他的脸藏在阴影里，分不清楚五官，但那声音却有种不容抗拒的力量。就在这时，我感到背后凉意更浓了。回头看去，那位站台边的女子竟然站在我身后，面无表情地直视着我。她的眼睛空洞，瞳孔里仿佛有无数人影在翻滚。我的心脏几乎停跳，下意识地后退一步，不小心踏进了车厢内。就在我进入车厢的一瞬间，车门突然砰的一声关上了，整列列车开始启动，带着我冲向隧道的深处。车厢内的灯光昏黄不定，像是时刻会熄灭。我茫然地看着四周，才惊恐地发现，车厢的每一个座位上坐着低头不语的人。他们全都穿着老旧的衣服，像是来自不同的年代。他们的皮肤苍白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就这样整齐地排列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结巴地问，但没有人回答我。突然间，车厢内的灯光开始疯狂闪烁，车厢的墙壁像是要融化一样变得扭曲起来。那些低着头的人影缓缓抬起头，齐刷刷地转向我。他们的眼神空洞，嘴巴缓缓裂开，发出如同金属摩擦般的声音。欢迎加入我们，他们同时开口说道，声音低沉又刺耳。我的心脏剧烈跳动，疯狂地拍打车门，想要逃离这个诡异的地方，但车门像是被焊死了一般纹丝不动。我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
我急忙掏出来看，屏幕上显示一条讯息：你逃不掉了，时间已经到了。就在我几乎崩溃的时候，车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，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，我的视野陷入了一片黑暗，耳边充斥着尖锐的笑声和低语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列车内，而是回到了那个地铁站，周围一片寂静。我以为刚才的一切只是幻觉，但低头看向手机时，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停在12点10分，无论我怎么按键都无法改变。我颤抖着站起来，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，却在转身时发现站台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新闻报道，内容竟然是我死亡的消息，标题写着男子午夜地铁站跳轨自杀，时间定格在12点10分。我愣住了，脑中一片空白。再回头看向列车的方向时，那辆幽灵般的列车又缓缓驶进站台，车门打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只有我的倒影映在车窗上。现在我明白了，我已经无法离开这里，我成了最后一班列车的一部分。永远的候车人。午夜11点45分，丽丽带着相机和手电筒来到了这座废弃的老车站。这是她第一次独自一人进行深夜探索，空气中弥漫着腐朽的气息，四周静的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朋友们告诉过她，这个车站藏着一个可怕的都市传说，每到午夜12点，这里会出现一名永远的候车人，一直等着一列永远不会来的列车。不过是个传说而已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丽丽对自己低语，试图平复心中的不安。车站的墙壁斑驳不堪，天花板上垂着几根摇摇欲坠的电线，时钟挂在墙上，指针停在11点59分的位置，像是被冻结住了。丽丽忍不住打了个冷颤，她握紧手中的相机，寻找拍摄的角度。站台上堆满了尘土和杂草，似乎多年来未有人涉足。每按下一次快门，闪光灯便在昏暗中划过一道短暂的光亮，仿佛让这片死寂的空间短暂活了过来。当他专注于拍摄时，耳边忽然传来一声极轻的脚步声。他猛地转头，手电筒的光束扫过站台，空无一人。丽丽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那只是错觉。但就在他准备继续拍照时，身后的长椅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。他吓得差点摔掉相机，手电筒的光束急忙对准那个身影。长椅上坐着一名男子，穿着一身老旧的深色西装，头发凌乱，低着头，似乎在看着什么东西。他的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车票，那车票上的字迹早已模糊，似乎经历了无数年的风雨。丽丽鼓起勇气走近一步，试探性地开口：“请问你是谁？这里不是已经废弃了吗？”男子没有回应，依然低头注视着手中的车票，他的动作僵硬得像一尊雕像。丽丽心跳如雷，却忍不住好奇地拿起相机，对着他按下快门。咔嚓，镜头中的男子动了一下，微微抬起头。丽丽愣住了，她透过相机屏幕看到了一张苍白的脸，眼神空洞，嘴唇发紫，像是根本没有血液流动。男子缓缓地抬起头，用沙哑的声音说：“列车还没来。”丽丽打了个寒战，脚步不自觉地后退。“你在等什么列车？这里早就停运了呀。”男子像是没听见她的话，自顾自地低声喃喃：“我必须上那班列车，我还有未完成的事。”他的声音冷得像冰一样，让丽丽浑身冒冷汗。她强忍恐惧，想要逃离，但内心的好奇心却让她多停留了几秒。她再次按下快门，男子的身影在镜头中突然模糊了一下。这次照片上竟然只有一张空空的长椅，男子的身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丽丽惊恐地环顾四周，但男子突然出现在了站台的另一端。他依旧低头看着车票，动作僵硬而缓慢。他的脑海中一片混乱，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。他鼓起最后一丝勇气喊道：“
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男子缓缓转身，抬头直视着他，他的眼睛里是一片空洞的黑，没有瞳孔，仿佛2个深不见底的洞穴。嘴角缓缓扯出一个诡异的笑容：“你愿意帮我吗？”莉莉吓得差点跌倒，连忙摇头，惊恐地后退几步。男子却不急不缓地向他走来，他的每一步似乎都能刺入莉莉的心脏。当他距离莉莉不足1米时，突然停下来，把手中的车票递向他：“帮我把这张车票交给列车。”男子的声音变得低沉，像是从地底传来。莉莉颤抖着接过车票，车票上写着一串模糊的字母和日期，但已经无法辨认。他一抬头，男子的身影再次消失，只留下冰冷的空气和车票上的触感。他顾不得多想，转身逃离了车站。一路上他不断回头，仿佛那个男子随时会再次出现，但除了他急促的脚步声，什么都没有。回到家后，莉莉强忍恐惧，将相机连接到电脑，查看刚刚拍下的照片。前几张是车站的全景，正常的很。但当她翻到拍到男子的照片时，心脏差点停跳。照片中的男子正站在她的身后，嘴角挂着诡异的笑容，手里举着那张车票。更可怕的是，最后一张照片竟然是他自己惊恐的脸，背景是一列即将进站的列车，但那列车的车窗里全是没有五官的模糊脸孔，正齐刷刷地注视着镜头。莉莉感到一股难以名状的寒意从脚底升起。就在这时，她的桌上忽然传来一声轻响，低头看去，那张车票正安静地躺在桌上，散发着一种难以解释的光泽，像是在等待着什么。莉莉试图烧掉那张车票，但无论她怎么做，车票始终毫发无损。当午夜12点的钟声响起时，她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荧幕上跳出一条讯息：“车来了，上车吧。”惊恐的她抬起头，却发现自己的房间已经变成了那座废弃车站的站台。她的耳边响起熟悉的列车轰鸣声，一列列车正从黑暗中驶来。车门打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但座位上摆满了一张张泛黄的车票，仿佛在等待着他。最终，那声音再次响起：“上车吧，你已经没有选择了。”车门关上的那一刻，莉莉的世界陷入了永恒的黑暗。而从那天起，废弃车站的都市传说中，除了永远的候车人，又多了一个新角色，那个一直抱着相机，永远在站台徘徊的女子。另一个站台，午夜时分，月光冷冷地洒在地铁站外的小路上。小林和他的朋友阿杰偷偷翻过车站的闸门，两人的脚步声在空荡的站台回响着。他们今晚的目的是挑战一个多年流传的传说，这座车站的另一个站台在午夜后会通往一个未知的世界。平时没有人敢过去，那里只有一条废弃的轨道。据说列车通过的终点不是普通的地方，而是……别吓自己了，这不过是胡扯的故事。阿杰打破了沉默，语气中带着不屑。但有人说看过那列车，而且有些人进去后就再也没回来过。小林小声地说，心里有些发毛。穿过主站台，他们来到一个用铁栏杆隔离的角落，那里的空间比主站台狭窄许多，墙壁上布满了霉斑和蜘蛛网，一股浓烈的腐败气味扑面而来。小林推了推铁栏杆，居然轻易地推开了。看来没人真的在意这地方啊，阿杰嘲笑道，率先走了进去。两人站在这个幽暗的站台边，抬头望去，发现上方的灯管全都熄灭了，唯有月光从破损的天花板间隙中洒下来，照亮了一小段轨道。空气异常冷，周围死一般的静。所以传说中的列车会来吗？阿杰故作轻松地说，但眼神里已多了一丝不安。小林看了看手机，时间显示11点58分。他没有回答，只是静静地站着，耳朵捕捉着周围的声音。然而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，他什么都听不到。11点59分，一阵低沉的轰鸣声从远处的隧道里传来，
像是一头巨兽在黑暗中苏醒。地面开始微微震动，声音越来越近。小林的心跳加快，他转头看向阿杰，却发现对方的脸色苍白，嘴唇微微颤抖。真的有列车？阿杰喃喃道，语气中第一次带上了惊恐。午夜12点整，一道刺眼的光从隧道深处射了出来。那是一列看起来极为古老的列车，外壳满是铁锈，车窗破损不堪，但从里面透出微弱的昏黄光芒。列车无声无息地滑入站台，像幽灵一般停在两人面前。车门缓缓打开，里面空无一人，却每个座位上都摆着一个奇怪的木质人偶。那些人偶有着扭曲的面孔，有的在微笑，有的表情痛苦，像是被困住的灵魂。我们要进去吗？阿杰的声音颤抖得不像平时那么自信。小林看着那车厢，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。他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，竟然一步步走向车门。他的脚刚刚跨过门槛，车内突然响起了一声低沉的声音：欢迎登车。小林回头看向阿杰，你不来吗？阿杰摇头，脸上写满了恐惧。我不去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小林笑了笑，怎么？怕了？他的声音听起来轻松，但内心也挣扎着恐惧和好奇心的对抗。于是他咬紧牙关，彻底进入车厢，车门立刻以惊人的速度关上，像是绝不容许他反悔。列车开始滑动，逐渐进入黑暗的隧道。车厢内的灯光暗淡，空气湿朗。小林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透过车窗却什么都看不见，外面是一片漆黑。那些木质人偶仿佛活着般，似乎在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什么。他的脑海中隐隐约约听到低语声，但仔细倾听时又什么都没有。列车越开越深，窗外的黑暗逐渐被一片血红色的雾气取代。小林发现，这些雾气像是在流动，仿佛有生命一样，时不时撞击车窗，发出轻微的敲击声。车厢内的广播声忽然响起：终点站将至，请乘客准备下车。小林愣了一下，终点站？但他分明记得这条轨道早已废弃，不应该有什么站台存在。就在他困惑时，列车忽然剧烈晃动起来，车灯熄灭，只剩下窗外那诡异的红光。列车停下了，车门打开，外面是一个陌生的空间。这里并不像普通的站台，反而更像是一座阴森的墓园。地面满是湿滑的泥土，四周树木光秃秃的，枯枝在风中微微摇晃。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腐臭味，让人作呕。小林试着呼喊：有人吗？他的声音在黑暗中回响着，但没人回答。他犹豫着走出车厢，踩在湿软的泥土上。四周的树影像无数只手臂向他伸来，让他不寒而栗。你不应该来这里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忽然从他背后响起。小林猛地回头，却只看到一个人影，身形模糊，似乎被雾气包围着。这里是哪里？你是谁？他颤抖着问。那人影缓缓靠近，声音冰冷而刺耳。这里是另一个世界，你踏入了不属于你的领地。小林试图逃回列车，但车门已经关上，列车再次滑动，消失在黑暗中。他的心彻底凉了，意识到自己被困在这个未知的地方。现在你将成为这里的一部分，就像那些曾经来过的人一样。人影说着，手一挥，周围的雾气开始凝聚，逐渐变成了一个个熟悉的脸孔：阿杰、其他朋友，甚至他自己。他们的眼神空洞，嘴角带着诡异的微笑，无声地看着他。小林尖叫着跑进黑暗，但无论他跑向哪里，最终总是回到原点。那些熟悉的脸孔围绕着他，越来越近，直到将他彻底吞噬。从那天起，这座站台再也没人见过。传说中，午夜后若你听到远处的列车声响，千万不要靠近，否则你也会消失在这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，永远回不来。喜欢这类型的故事的话，
记得点赞、订阅鬼影档案馆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。我是鬼影，我们下次见。